他评论说以任何标准的衡量，俄罗斯的常规部队呢都是一支平庸的地区力量，远距离投送的能力非常有限。因此他认为经过乌克兰一战，俄罗斯需要10年以上才能恢复战前的军事实力，更不用说成为北约联盟的威胁了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鲍明。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表现呢不如人们的预期，引发了广泛的议论。在美国内部已经有人提问，对付这样的俄罗斯，美国为什么要开列出1年8100多亿美元的军费呢？美国的一名防务研究人员最近在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破产与炸弹，庞大的国防预算将美国置于财政和军事崩溃的境地。作者丹尼尔·戴维斯曾经是美国陆军的中校，有4次海外战区执行任务的经历。他对俄军的战斗力评价不高。按照戴维斯的说法，2016年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显示，俄罗斯的陆军可以在36小时内占领波罗的海3国。然而这一次经过整整5-6个星期的全面的战争，俄罗斯的军队证明他们连一个国家的一半都没有能力占领。虽然这个国家要比波罗的海3国都大，但关键是俄罗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，不但失去了很多训练有素的士兵，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也消耗了很大的一部分。他评论说以任何标准的衡量，俄罗斯的常规部队呢都是一支平庸的地区力量，远距离投送的能力非常有限。因此他认为经过乌克兰一战，俄罗斯需要10年以上才能恢复战前的军事实力，更不用说成为北约联盟的威胁了。戴维斯的评价当然是有目的的，他如此贬低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，就是为了证明美国军费开支数额这么高绝对不合理。戴维斯回忆说，1989年末他以少尉军衔分配到驻德美军第2装甲骑兵团，这是一支精锐部队对面是华约国家的350万大军，有坦克、装甲车和重炮，总数超过20万。为了对付华约，美国建立了一支210万人的军队，年度军费开支达到了2950亿美元，以2022年的美元的币值计算的话，大约是6740亿美元。如今美国军队的员额比1989年少70万，对手弱小到不成比例，美国的军费开支却比那个时候还多了1390亿美元。很显然，这是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合谋，在制造借口花联邦财政的钱。所以戴维斯痛批美国在欧洲驻军的数量已经从6万增加到了10万，美国国防部有必要向北约东部的侧翼大规模增兵吗？特别是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明显表现出战斗力不足，为什么是美国而不是其他的北约成员国派数万大军到东欧？他认为试图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要么会让美国破产，要么卷入本来不应该发生的重大战争。按说呢，戴维斯提出的这些问题连这么一个退役的军官都能看出来，美国的国会、政府和军方的高层会看不出来吗？问题在于，在美国的利益集团当中，从军费里面切蛋糕的人太多了。美国政府不是没有考虑过削减经费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就曾经提出，一定要把联邦开支减掉一部分，其中军费开支是大头。奥巴马确实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。2011年初，美军宣布要在2015年前削减780亿美元的军费，到2015年完全冻结军费的数额，到2023年总共要削减4000亿美元。但是到了2013年，因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巨大的窟窿，军费削减活动就告吹了。此后美军的军费呢，就像坐了电梯一样年年上涨。所以呢，人们终于知道，要让美国政府削减军费呢是不可能的，一辈子都不可能削减。如果俄罗斯无法成为美国继续增加军费开支的那个借口，那么中国肯定就是那个借口。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美国从国防部高层到分析研究人员，有不少人一再的强调中国才是美国的长期对手，甚至还有人表示要与俄罗斯和解，把资源力量集中过来对付中国。因此呢，
俄罗斯在乌克兰没有把仗打好，那会让中国承受美国更大的压力。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败了，俄罗斯解体，那中国的麻烦就大了。这是我们要有思想准备的事情。好，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。